就我不谈恋爱可以吗？我不结婚可以吗？脱单为什么这么难？你怎么能得到性愉悦？AV 片为什么它会火？为什么我每到一个场所里喜欢那个最帅的呢？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沈一斐。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你觉得你的人生里面比较理想的关系发展是怎么样？两性关系或者是亲密关系？第一个是这个人。完全有机会脱单。第一步，如何打开对亲密关系的想象？爱情是我对很多人有好奇心，或者我跟别人形成链接的能力很强。连着连着，我就发现，哇，这个人我不仅想跟他聊天，我还想跟他上床。从友谊就变成了这个爱情，所以爱情是个结果，它不是目标。学生呢会给我写邮件，最频繁的问题是这几年来出现的是脱单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够漂亮，所以我可能找不到男朋友。很多时候很漂亮的姑娘她也结不了婚，脱不脱单背后是个认知困境。为什么要结婚？这个社会已经从家庭主义走向了一个个体化，我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幸福。那这个时候，所有爱情脚本的逻辑就变了。旧脚本的好处就是稳定，新脚本的好处是它充满激情，缺点是它可能时时刻刻会出现这种破裂崩溃、出轨、心碎等等等等。以前我们经常讲三观不合，现在发现出现了一个问题叫性别不合。女性的整个的性别意识、自我的发展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在走出家庭的时候，男性并没有回归家庭，男性觉得我更需要被照顾，因为我工作太辛苦了。女性说我也需要被照顾，我的自我意识也起来了。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了这种错位。如果想要一个非常挣钱的积极上进的这个男性，这样的人，他所需要的太太很可能就是那个需要在家庭里面做更多牺牲和努力的那个人。男性他愿意在家里做家务活，但这个时候你不要嫌弃他吃软饭。爱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性欲望的升华。这种性的关系能让我感觉更加有丰富层次，更有愉悦的。人家喜欢你漂亮，你就觉得很受侮辱，那就意味着你把荷尔蒙给压掉了。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姑娘，所以她不缺男朋友的，这永远只能够就半年左右。他跟我讲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作狂、斤斤计较、妈宝男。后来我们去深入的聊，发现他从小就被他妈妈灌输女性要洁身自好，所以每次谈恋爱谈到这个男性一旦提出性需求，他就会立马觉得自己的爱情被玷污了。我们没有性愉悦的性教育，告诉你什么样的性是好的，特别容易成为一个叫性恐慌教育。AV 片是拍给男性看的，就是女性在里面是个工具，她现实生活中女性是不舒服的，性关系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翻来翻去。我们其实可以教她一些具体的方法，怎么做是我喜欢的，其实对方也是愿意去调整的。我要跟你在一起，是我们双方之间是互相愉悦的，你是有一定的价值。与其把精力放在怎么防止他跟别人，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说我怎么做能让你更快乐一点点。异性朋友交往里边界在哪里，我们很清楚，把这个墙给砌起来。每个人守自己的边界的，配偶是没有权利说你不能出轨的，不能出轨的权利和责任是你来承担的，而不是说你因为你对我不够好我就去出轨了，这个也不成立。虽然我们很相爱，但是我们在处理冲突，每一次都在互相伤害了。这个时候要马上叫停。分手和在一起都是一个好的结果，离婚的处理会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我们需要有财产的分割，有幅远长的讨论，还有双方父母赡养问题的安排。但今天无论是分手还是离婚，它不能再让我有一种很港湾的感觉了，把它分掉，对你来讲也是件好事儿。我们只有在亲密关系里，我们才会看到自己那个赤裸裸的自己。有的时候你会情绪失控，把这个自我表现出来，而对方也会给你直接的回馈，就是在这种自我镜像的这个对照和冲突中间，它成长起来的。你不断的去完善自己，找到一个平衡，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你跟社会连接最舒服的状态。我女儿她马上要满18岁了，她也会遇到一些情感的困扰，我会提前跟她沟通4点。
第一点是，如果你进入恋爱，请记得你的恋爱有多快乐，分手的时候就有多痛苦。第二，会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一个高中生进到恋爱里面，所以你可能是要承受这些压力的，得学会怎么去处理。第三个，从我们中国的法律来讲，14岁以下你是没有性行为的权利的。那你14岁到18岁，你是半行为体，所以如果你发生性关系，你是需要让妈妈知道的。最后一点，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安全主控权是拿在你自己手上的，需要学会一些底线的保护的。我去做那个亲密关系，就是我特别想给我的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